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因为最近比较忙嘛，换了新设备的电脑，正好隔壁也有新版本，就来的有点晚了。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聊一聊 4.0 版本下棒卡池的分析，看看适合什么玩家去抽取，怎么抽最赚。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自己一个硬币试吃经验。同时 B 站对转发权重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或者转发给我就行了。同时还有经验拿，谢谢。钟离公子的池子这卡池让我想到了开服的时候版本，好像是 1.1 版本来着吧，格外的亲切啊！不知道各位这两个角色都有了吗？有钟离的扣个1，有公子的抽个2，让我看看呗。武器卡池就有点抽象了，冠宏和东极一起，以及陪跑的4星武器也比较一般。老样子，先从4星角色说起吧。女仆的角色呢，也是开服卡池人人都有的角色了。以及后续复刻了很多次，相信老玩家都已经满命了。这个角色虽然说确实可以主 C， 但是培养它的资源要求会比较高。满命对输出女仆简直是两个角色啊！你没满命和满命之前的那个区别，以及对生物要求也比较高。一般不是真爱玩家都会放仓库的角色啊，前期可以用来套盾啊、挖矿过度使用还不错。当然女仆设定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啊。找右跑图抓经典的角色为主的，一般不会用于打深渊的情况啊。右也是整活，这个角色机制上比较特殊啊，一般你是抓经典或者跑图都不怎么需要去培养的。整活配对方面有一个泥头车啊，是凯亚相邻加一个行丘是吧？啊，那个队伍也非常好玩，可以玩一玩，还是不错的大世界。至于菲米尼，官方也发过简单的角色技能了，定位是一个冰雾混伤的角色。还是一个战场主 C， 大招不能离场，不然就失效。不过主要是靠战技为主打伤害的。既然是大剑和物理伤害，不知道搭配米卡作为有攻速和物理拐好不好用。但是作为一个4星的主 C， 我想法是不容乐观的，可以作为一个除系玩家去玩的一个角色。打深渊多半是不够的，具体到时候怎么样，等待正式服拭目以待吧。接下来聊聊钟离这个角色啊，虽然都到 4.0 版本了，相信各位老玩家都听腻了吧。不得不说啊，钟离经过了很多版本，在目前版本 4.0 确实不是必抽角色，但是啊，对于手残玩家来说还是需要抽的。只要不膨胀到5万多血的钟离被秒的情况下，那么钟离依旧值得很多玩家抽取。钟离作为提瓦特目前最强的护盾角色，还有拥有高贵的给敌方减20%全抗增伤。钟离不仅仅是生存辅助啊，还有减抗，在暗夜的同时可以让你霸体嘛。你霸体的时候不会被击飞了，那么你就可以打出更多的伤害。在目前版本单带队伍是绰绰有余的。随着新版本新角色的到来啊，其实有很多阵容都不需要钟离的，比如草行酒虽然可以带，但是不是很必要，操作好不是刚需。像逆绽放啊、雷国涌动、主玩这些的玩家，一定程度是不用抽取的。比如你是玩胡桃的、萧的、萧光、小提、伞兵等等这种角色，主玩这些的玩家都是比较刚需的。当然如果你操作好，个别还是可以不用的。有没有必要抽取，主要还得看你的操作手法如何。你操作好，自然也就减少那个抽血程度，你操作越不好，那么必要性就比较高了嘛，很简单。抛开强度不谈，钟离屁股还是很翘的啊，这一点还是值得抽取的吧。这时候会有长得比较帅的人会说了，你这种程度持续多久了？我澄清一下，我一直是这样的。抱歉，刚才失态了啊！接下来说一下公子吧。好家伙，都2023年了，4.0 版本了，还搁着那暂别东都呢，干脆改成永别东都吧，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岛达利亚连续玩3次了，不过没有强取啊，只能说有缘无分啦。希望这次抽菲米你可以抽出来吧。不过言归正传啊，公子作为一个万达体系的代言人之一啊，强度肯定是在线的，就是这个强度在每个人的手里可能是差距很大很大。在有双扩散和没有双扩散的伤害差距还是不小的。当然，当扩散连度及格情况下，打满深渊肯定是绰绰有余了。公子这个角色有一个汤达人的称号，就是很多弓箭武器都能用，所以这期的武器卡池基本上很明白了，可以不抽的。这几天有很多玩家问我公子有没有必要抽啊，我的回答就是说可以抽，但不是必要的。这个队伍里比较奇妙啊，会比较抢这个经典的万香帮。我是推荐不抢万香帮的情况下抽取会比较好一点，当然得看你自己咯。公子的抽取感受就是我感觉可以不抽也可以抽，反正就很奇妙。不然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公子强度也不算 T1 也不算 T0，就感觉上了T0.5吧。
我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。还有一点就是公子比较吃练度，他的天赋有一个暴击触发一个断流效果，这个是拉达利亚的核心的一个效果了。你暴击了，那断流效果就很多很多。对前期你来说，你暴击很少，对萌新来说也不友好，所以我推荐萌新玩家就可以跳过了，抽钟离。也不是说达达利亚不行，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后期强度的角色，就偏后期才比较强的，懂吧？说完角色，来说一下武器卡池的。第一把冠红我有，还是2把，而且还是忘记定轨了，而且还拉满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刺激呀？所以小题装我还没有抽到，说的都是泪呀。这把武器除了颜值确实还可以，强度就一般了，能给的角色也不多。申鹤逍能用，但是差点意思。我就试图安慰自己，说是金色武器，氪老专属才有的啊，结果就是没什么卵用啊。至于东极这把武器公子的专武，不过相信聪明的性价比玩家应该都抽3棒的武器卡池了，3棒卡池出哪把弓都不亏，也不容易歪。这卡池下去人都没了，当然除非你运气好。虽然这把武器特效确实香，但是完全没必要去抽取，毕竟公子绝大多数情况差距10%左右啊，5星武器的啊。然后顺便聊一下4星武器方面的，首当其冲的是弓杖，这把武器目前只适合萧公使用。其他角色的话一般是用不到的啊！你说公子啊，公子都进万达了，还用什么弓杖啊？弓杖给公子，那个断流吃不到，大招吃不到，亏麻了。离间仓库的一把武器，基本上不会被任何一个角色使用，就算有也不太好，只能说吃灰了。侠力灭城目前适合胡桃、香菱以及这种门的雷神使用。祭礼大剑特效还不错，和祭礼剑同一个系列的。尴尬的不是这把大剑，尴尬的是大剑角色。流浪乐章目前最强的4星法器武器，这把武器给所有的主 C 法器都能使用，一些副 C 啊辅助也能使用一下，得看角色啊。如果你是老玩家，这把武器应该是蛮精炼的。总体下来 4.0 下半卡池武器可以跳过了。角色方面看情况抽钟离，前面也讲过了，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，你可以抽钟离；如果你不是很符合这个条件，可以不抽的。但是考虑到钟离的性价比、大世界、副本还有声乐体验，我觉得是有必要抽一支的。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弹幕一起讨论哦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哦。